8月23日，一则惊人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。广东清远市一套2室2厅的房子以15.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，这个价格甚至不及许多大城市一个停车位的售价。这套位于清远市青城区北部万科城的房子面积为69.12平方米，折合每平方米仅2243元，堪称白菜价。这栋楼房于2012年交付使用，楼龄12年。虽然不是全新房源，但这个价格仍然令人瞠目结舌。要知道，就在几年前，同样位置的房子还能卖到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。一位网友不无心酸地调侃道：“广东也有了自己的鹤岗了。”鹤岗指的是黑龙江省鹤岗市，因房价极低而在网上走红。没想到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也出现了如此低廉的房价，这无疑是中国楼市持续低迷的又一个生动例证。据当地房产中介透露，目前清远临广板块的新建商品房价格在5000元每平方米左右，而二手房价格更是跌至3000元每平方米左右。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工薪族省吃俭用几年，就有可能在这里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然而，这种看似利好买家的局面背后，却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萎靡不振。清远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今年1至5月，该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仅为129.7万平方米，同比暴跌41.4%。其中，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更是同比下降了惊人的49.3%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房价已经跌到白菜价，仍然无法刺激市场需求。清远并非个案，从1线城市到3、4线小城，房价普遍出现大幅下跌。据中原地产研究院的数据，截至今年7月，与高峰期相比，广州二手房价下跌26.8%，上海下跌27%，北京下跌27.4%，深圳更是惨跌37.3%。这意味着，在深圳买房的人，如果在最高点入市，现在已经亏掉将近40%的财富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跌势似乎还在持续。以广州为例，一位在当地工作的白领小黎表示，我父母2018年在广州买了套100平米的房子，当时总价500万。现在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挂牌价只有380万了，而且还很难卖出去。不仅1线城市遭遇重创，3、4线城市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。据统计，全国至少有95个城市已经鹤岗化，这些城市分布在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四川、福建、河南、河北、广东、广西，甚至包括重庆、天津乃至北京近邻地区。在黑龙江鹤岗，有的小区房价已经低至每平方米500元左右。一位当地居民无奈地说：“我家的房子现在卖不出去，就算送人都没人要。年轻人都走了，留下的都是老人，谁还会来这里买房呢？”面对如此严峻的楼市形势，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出台救市措施。今年5月，中国推出了一项3000亿元的房市纾困计划，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银行发放保障性住房再贷款，支持地方政府收购存量现房。然而，这项被称为重磅的措施却收效甚微。据报道，截至目前，该计划仅发放了247亿元贷款，不足计划总额的8%。这一数字令人震惊，也反映出中国楼市问题之深，远非简单的货币刺激就能解决。高盛集团的分析更是指出，要真正扭转楼市颓势，政府需要投入高达7.7万亿元。而目前的3000亿元计划，即便全部执行到位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为什么这个救市计划推进如此乏力？分析人士指出，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和地方政府都缺乏积极性。对银行而言，
目前，中国城市的租金收益率仅在 1.75% 到 3% 之间，远低于一般贷款利率。在自负盈亏的原则下，银行自然不愿意冒险发放这种低收益的贷款。一位国有银行的信贷经理向透露，现在楼市风险这么大，我们谁敢大手笔放贷？万一收不回来，年终奖金肯定泡汤，说不定还会被问责。地方政府的态度也很微妙。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官员表示，现在财政吃紧，我们哪有钱去接盘烂尾楼？再说了，就算接过来，后续的管理维护都是问题。与其接这个烫手山芋，不如观望一阵子，看看市场会不会自己触底反弹。面对楼市持续下滑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8月初发布的中国年度评估报告中，呼吁中国政府利用中央财政资源保交房。IMF 估计，这项一次性计划的成本约为1万亿美元，相当于中国4年内 GDP 的 5.5%。然而，中国政府却明确拒绝了这一建议。官方回应称，我们认为不宜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财政资金支持，避免形成政府兜底预期，引发道德风险。这一表态引发了广泛争议。有分析认为，政府拒绝保交房与其意识形态有关。一位政策研究专家指出，现任领导层更倾向于紧缩政策，他们担心大规模财政刺激会重蹈过去产能过剩、债务膨胀的覆辙。但问题是，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，这种紧日子思维是否适用还有待商榷。许多普通民众对此表示不满。一位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，政府不愿意兜底，那么多辛辛苦苦付了首付的老百姓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吗？更有甚者，一些网友将此与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支出进行对比。有网友写道，政府有钱搞大项目，有钱搞国际援助，怎么到了老百姓身上就没钱了？这不是典型的重外轻内吗？就在人们还在为政府是否应该保交房争论不休时，深圳一处楼盘的大幅降价再次将房地产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。8月中旬，深圳秦城达玉府项目推出了一批5折房源。据房产经纪人透露，小户型销售单价低至 2.1 万元每平方米，大户型也仅 2.6 至 2.7 万元每平方米。而在2022年5月，该项目的备案均价还高达 4.2 万元每平方米。这一降价消息一出，立即在深圳乃至全国引发轩然大波。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好消息。一位正在深圳打拼的年轻人小王兴奋地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再降点价，我说不定真能在深圳买得起房了。然而，对于已经购买该楼盘房源的业主来说，这无异于晴天霹雳。一位去年以380万元购入一套90平米房子的李女士痛心疾首，我1年的工资都不够弥补这次降价的损失，这不是明摆着抢钱吗？愤怒的业主们很快组织起来，要求开发商停止销售并给予补偿。在压力之下，秦城达玉府项目不得不暂停销售。但这种情况并非个案，而是中国楼市普遍面临的困境。一位房地产分析师指出，开发商也是进退两难，不降价就卖不出去，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；降价了，又面临老业主的强烈反对。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。为了应对楼市持续低迷，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放松或取消此前实施的楼市限价政策。武汉、郑州、沈阳、兰州等城市已明确不再实施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指导。珠海、芜湖、阳江等地也宣布优化限价政策，如缩短备案价格调整时间间隔、取消楼层差价限制等。这一政策转向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。支持者认为，取消限价有利于市场回归正常。
然而，也有人担心取消限价可能带来新的问题。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警告说，在目前市场行情下，取消限价很可能会导致部分区域房价断崖式下调，带动整个市场的非理性调整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，房价走向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。从白菜价房源的出现，到救市措施的乏力，再到保交房建议的拒绝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面对这场席卷全国的楼市寒冬，普通民众、开发商、地方政府和中央决策层都在艰难地寻找出路。但目前看来，无论是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，还是重拾旧日的刺激手段，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